突如其来的化学品泄露，拥挤不堪的逃难居民，模棱两可的政府，封锁消息的广播，还有胡言乱语的专家，这不是新闻，而是电影《白噪音》里的场景。这部2022年上映的影片，仿佛一个精准的预言。仅仅半年后，俄亥俄州就真的上演了如出一辙的毒气泄漏事件。好莱坞编剧似乎特别擅长拍摄这种未来纪录片，总能在银幕上提前预演现实中的灾难。这里是驰名电影，带你看懂每部电影里的名场面。一列火车行驶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黑色的车厢里满载着有毒的化学品。不远处的一辆卡车横冲直撞，酗酒成性的司机还想喝酒提神，他低头去副驾驶捡瓶子，完全不在乎车厢里全都是易燃物。当他起身后，一切都迟了。高速行驶的卡车直接把火车撞出了铁轨，卡车也被夹在其中挤压变形，车厢里的易燃物随之泄露了出来。突然一声爆炸巨响，瞬间火光四起，滚滚浓烟数里外都可以清晰可见。涉事铁路公司赶紧叫来了救援队，拿着吹叶机控制气团大小。消息很快传到了附近的城市，但很多人依然迷之自信，原因无他，因为爆炸事故发生在郊区，这些城市里的中产自以为天灾人祸只能波及到穷人，他们已经习惯了有钱的日子，习惯相信平安无事是应该的。一群习惯了优渥日子的中产，简直是典型的美国保守派。不过自从川普上台，MAGA 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估计这些保守的中产阶级的日子也不太会好过。杰克一家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These things happen to people who live in exposed areas. Society is set up, sadly, in such a way that it's the poor and uneducated who suffer the main impact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 杰克在大学里任教，他有美丽的妻子小巴，带花园的漂亮洋房和4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但是今天孩子们却忧心忡忡，一直拿着望远镜向爆炸的地区观望。杰克不以为意，一再强调这件事不会波及他们。虽然官方说一切相安无事，可私下里谣言四起，说黑烟不仅让人恶心呕吐，严重的还会引起心悸和幻觉。广播里一开始将其称为浓烟黑云，不过吃饭的时候官方广播就改了口，称这次意外为毒物事件。此时熟悉电影的观众会立即联想到当年大名鼎鼎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就像当年切尔诺贝利的辐射尘随风飘散，却被告知无需担心一样。切尔诺贝利的辐射云，最终买单的永远是最普通的民众。杰克的女儿受不了了，伴着她的呕吐声，警笛也开始响了起来。Evacuate all places of residence. Cloud of deadly chemical. Cloud of deadly chemical. 大儿子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全家人，大家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慌不择路地跑出家门。小巴突然莫名其妙地喊了一句 I'm gonna find my ski mask. Why do you need a ski mask? Seems like something you take in these kind of things. 小巴需要滑雪面罩干什么？不过此时杰克没空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成了整条街走得最晚的一家。广播上反复重播着避难所的位置，现场有红十字会，还会免费提供饮食与住宿。避难所选在了一处郊区的酒店，这种地方才是临时安置大量聚集人口的症结。但是在某些地方竟然征用中学女生宿舍，用来安置小长假订不到酒店的游客。不过要想去那儿，首先需要足够的耐心，因为长长的车队堵满了整条路，车子里每个人神色各异。但是从看到商场里的诡异一幕开始，人群开始不淡定了，周围变成了车祸现场，撞击声、喊叫声、破碎声不绝于耳，路面充满了血和玻璃，还有洒了一地的行李。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如果有一扇窗子被打破，那么接下来所有窗子都将遭受灭顶之灾。恐慌一旦开始，便是一发不可收拾。杰克看着窗外继续，只能带着同情的眼神叹息。当他把视线挪回来的时候，突然注意到了妻子的异样。他看到他吞下了一粒白色的东西。 What's that? Drive the car, Jack. I saw your throat contract. You swallowed something. Just a lifesaver. Keep your eyes on the road. You place a lifesaver in your mouth and you swallow it without an interval of sucking. 小巴一再转移话题，杰克也只能作罢。再次抬头时，他们竟然看到了末日一样的景象。不仅是他们一家，路上的人们纷纷走出车辆，呆呆地望着，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恐惧。雨快停的时候，杰克一家终于到了避难营地，这里有很多警察组织秩序，营地内大家畅所欲言，各种说法层出不穷。突然喇叭里传出了工作人员的声音 Attention, attention.
If you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airborne toxic event for any amount of time longer than 10 seconds， 女儿赶紧找到杰克要他过去，因为只要有皮肤接触到，都意味着有死亡风险。而刚刚在路上，只有杰克为了加油下车，杰克浑浑噩噩地走上前去。他刚刚得知他在室外待了2分半，远远超过了10秒钟。I mean, am I going to die? Not as such. What do you mean? Not in so many words. How many words does it take? It's not a question of words, it's a question of years. We'll know more in 15 years. 小伙看他还在继续追问，赶紧劝说他不要担心看不到摸不着的事儿，结婚买房生小孩照样还能做，只是随时都可能出状况罢了。杰克一听郁闷坏了，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死亡。当他瞒着老婆孩子想去室外散心，恰巧遇到了相熟的同事，同事听了他的遭遇，竟然直接送他一把枪。 I believe, Jack,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ople in the world, killers and dyers. Most of us are dyers. We don't have the dispositions, the rage, whatever it takes to be a killer, but think how exciting it is, in theory, to kill a person. If he dies, you cannot. To kill him is to gain life credit. Who knows? Maybe violence is a form of rebirth. 暴力就是一种重生的形式。杰克没有想到，他从接过枪的那一刻，这句话就刻在了他的潜意识里。毒气笼罩下，人心惶惶。杰克在关灯之后才勉强睡着。天刚亮，杰克就被女儿吵醒了。广播催促大家戴上面罩，人群一听又慌乱了起来，大家匆匆收拾东西，没命地跑进车。小女儿此时突然发现她的兔子掉到了不远处，杰克赶紧掉头回去。当兔子离他只有1臂远的时候，他却惊恐地停住了。虽然之前从未见过，但是杰克的直觉意识到了不对劲。这个男人是谁？顾不得多想，他赶紧抓过兔子。兔子在西方文化中一直都有隐晦的含义，在表面的善良纯洁之下，背地里一直都是邪恶和虚伪的象征。男人看似递过一只可爱纯洁的兔子玩偶，但是却将罪恶的种子也递给了他。他赶紧钻进车里，却往相反的方向开去。I have a feeling this Land Rover knows how to stay alive. 谁知路虎钻进了树林，他们的车子在林子绕了老半天，不仅把路虎跟丢了，还一头扎进了小河，车子熄火了。看着车里的老婆孩子，杰克也意识到了危险，他赶紧转动方向盘飘到浅处，逮住机会狠踩油门才逃出。车辆终于又汇入了看不到尽头的车流。后来他们被安置在了隔壁市区的大楼，不过是封闭式管理，任何人不得离开建筑。有传言说已经有2名防护人员遇难，但新闻媒体对此保持诡异的沉默。天空中外星飞船在毒雾中若隐若现，致命的黑影在云层间穿梭，这些本该是轰动全球的头条新闻，然而现场却出奇的安静，没有蜂拥而至的记者，也没有闪烁的摄像机。被集中安置的人们就像被隔离的麻风病人，他们的苦难无人问津。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说，在这些国家，人们不都是有言论自由的吗？即使是聚众集会游行也是合法的。但是你远远小看了他们政府的新闻管控能力。联邦制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各州政府的权力被放大，新闻甚至出不了一个州，更不用提被一个国家上上下下给指导了。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种诡异的平静中，但人群聚集在一起，会很容易接受煽动。 Don't we deserve attention for our suffering, our terror? Isn't fear news? 但美国的舆论控制严格到了极点，9天后这里的人被通知能回家了。毒物事件的调查结果并未公布，官方公告空气水源一切正常，只有郊外才能检测到零星的有毒成分。超市仍然正常开业，杰克也依旧偶遇了相熟的同事。 Maybe once we stop denying death, we can proceed calmly to die. We simply walk toward the sliding doors. 同事宽慰着他对死亡的担忧，但没想到那扇滑动门后藏着杰克的噩梦。是那个递给他兔子的男人，但这次杰克依旧没有追上去，而是直奔私人医生诊所进行了一次全身体检。体检结果出来，虽然他事先没有说明，但是医生猜到了他接触了毒气，告诉他身体已经走进了倒计时。杰克没有作声，却突然抛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Dr. Liu, have you heard of Dilar? Is that an island in the Persian Gulf? No, it's One of the oil terminals, crucial to the survival of the West. A little white tablet. Never heard of it.
杰克口中的黛拉就是妻子瞒着他吞下的东西。在大灾大难过去以后，杰克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大劫。妻子小巴日渐恍惚，之前还能向丈夫瞒住自己吃药的事实，而现在连自己藏药的地方都忘记了。暗中观察的女儿看到了一切，她带着父亲从垃圾桶的盖子背面找到了写着黛拉的药瓶。 Dylar. There were 4 left. Take one for proof. We need physical evidence. We say nothing to Bob. All right. 原来女儿已经偷偷去查了黛拉是什么，但是无论是药品目录还是药店，她都没有查到黛拉的来源。杰克去拜访了研究医药的同事，但同事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终于某天，小巴回到家时，杰克拦下了他。可小巴接下来说出的一番话，让他的大脑失去了处理能力。原来很久之前，妻子一直饱受精神疾病的困扰，这种疾病就是极度害怕死亡。他尝试过各种方法，却都不管用。直到有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招募志愿者的广告，他通过了这家生物心理药物公司的面试，可这却是噩梦的开始。 Mr. Gray and I made a private arrangement. We would conduct the experiments on our own. I would be cured of my condition and he would be acclaimed for a wonderful medical breakthrough. Okay. It involved an indiscretion. It was the only way I could get Mr. Gray to let me use the drug. It was my last resort, my last hope. First I'd offered him my mind, now I offered my body. 在每次用身体交换药物时，羞愧难当的他只能选择戴上滑雪面罩，所以在临走之前，他会寻找滑雪面罩，那是他精神的遮羞布。面对妻子的痛苦和坦诚，杰克没有责怪他的理由，他也选择向妻子坦诚一次。 Yeah, there's something I promised myself I wouldn't tell you. I'm tentatively scheduled to die. It won't happen tomorrow or the next day, but it's in the works. So we are no longer talking about fear and floating terror. This is the hard and heavy thing. The fact itself. 妻子因为怕死被别人骗走了身体，自己还在一步步走向死亡。杰克的精神走向了崩溃，他竟然也开始翻找黛拉，最终没找到黛拉，却找到了同事送给他的枪。看着那把枪，表面上大度的杰克终究是起了杀心，他要去杀了格雷先生。之前的那句话应验了，暴力真的成为了一种重生的形式。递过来的兔子玩偶，这次终于露出了獠牙。他依照着妻子的话和报纸上的信息，找到了交易药品的旅馆。杰克走了进去，里面坐着一个熟悉的男人。 I know you. Yes, I've been around. On the chick and the cheese. 面对着这个熟悉又邋遢的面孔，杰克的杀心顿起，他打着想要黛拉的名义和男人周旋，最终把他逼到了洗手间里。杰克慌乱地收拾着作案现场，把手枪放到男人手里，伪造出他自杀的假象。但是当他一回头，突然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小巴。最可怕的是，男人并没有死，枪里还有剩余的子弹。他虽然神志不清，但也毫不犹豫地开枪，打伤了杰克和小巴，同时自己陷入了昏迷。面对这种情况，他俩只能送男人去急救室。男人醒过来后，全然忘记了是谁打伤了他。夫妻俩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编了谎话。这一刻，无论之前有怎样的新仇旧恨，都在这一刻的对视微笑中通通消解了。电影中的大灾小难终于告一段落，小镇的生活慢慢恢复了正常自由的空气，生活香甜的近乎奢侈，一家人之间终于愿意敞开心扉。白噪音这部电影讽刺的不仅仅是爆炸事件隐瞒的黑暗真相，更是这起事件中逐渐醒来的麻木人心。杰克一家平时生活在被各种白噪音包围的世界里，电视广告、手机推送、街头广播，这些现代社会的背景音让人逐渐迷失自我。杰克作为大学教授，沉迷学术研究，妻子小巴困于家务琐事，孩子则渴望受到关注。当空气寒毒事件突然爆发，恐慌席卷整个社区，这才让麻木的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亲情。而如果没有得知夫妻各自的处境，杰克和小巴也不会从各自内心的白噪音中醒来，意识到他们其实需要家人真正的关注与倾听，以及最重要的，需要亲密关系中的尊重与支持。好在天灾人祸最终成为唤醒麻木心灵的契机，让长期被白噪音淹没的人们重新听见内心的声音。不是所有电影都有现实的结局，但是每场恐惧都有真实的源头。我是驰明，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